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，走路快与走路慢的人谁更长寿？2019年，美国梅奥诊所学报曾发表过一项生活步调研究，对 47.5 万名的平均年龄为58岁的参与者进行了长达7年的随访研究，定期收集他们的步行速度和体重觉数，然后再通过分析模型来估计他们的预期寿命。研究结果显示，不管体重指数如何，走路快的人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。在这项研究中，走路快的女性预计平均寿命 86.7 到 87.8 岁，走路快的男性预计平均寿命 85.2 到 86.8 岁，走路慢的女性预计平均寿命 72.4 岁，走路慢的男性预计平均寿命 64.8 岁。走路快的人平均比走路慢的人要多活15到20年。此外，通信生物学2022年发表的一项针对40多万成年人基因数据的研究显示，步行速度越快，人越年轻。这是因为步行速度越快的人，白细胞端粒长度越长，端粒被认为是衰老的生物标志，端粒越长，衰老速度就会越慢。综上所述，走路快的人要比走路慢的人更健康长寿。一、步数是衰老的重要指标。俗话说人老腿先老，确有道理。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原院长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杨炳辉表示，腿的功能是行走，走路的姿势、速度能够反映人体衰老的状况。若能够健步如飞，至少不显老；若是步履蹒跚，肯定是老态龙钟。走路的姿势或许还与习惯以往的训练等有关，而走路的速度则主要是与肌肉的力量、平衡能力、与心理状况等的人体机能有关，所以步数成了衰老的一个重要指标。二、为什么走得快就寿命长？步行是人体的 60% 到 70% 的肌群参加了活动，需要消耗大量的身体能量，需要包括呼吸系统、循环系统、神经系统以及肌肉骨骼系统在内的多个器官的系统支持和配合。走路速度快至少是表明心肺功能好，各个关节特别是膝关节、髋关节等的状况非常好，腿部肌肉状况好，还能够证明这位老人的大脑功能不错，认知能力好，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视力和听力都比较好。因此，走路速度快的老年人相对来说更健康、更长寿。步行速度慢，一方面反映老人的身体系统受损，另一方面代表身体消耗能量较多，所以步数能对寿命起到预示的作用。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曾综合9项的研究做出总结，走路速度的快慢可以很好的预测寿命的长短，且75岁以上的人群中相对更准确。普通人的走路速度是每秒钟 0.9 米，走路速度低于每秒钟 0.6 米的人，死亡的可能性会增加。走路速度超过每秒钟1米的人，寿命较长。3、走路多快才算快？杨炳辉教授表示，在老年病的门诊中，医生们常用一种叫做4米的步数测验法来大致估计老人们的健康状况。若不能在5秒钟内走完4米的距离，其步数每秒不到 0.8 米，那就表示其存在着明显的衰弱。当然，有经验的医生或许不需要用码表来提示，只需看几秒钟，病人走路的状况便已大致的知晓。需要注意的是，4米的步数测验法只是一个大概的观察方法，步数快慢取决于年龄、性别、身高、体重等的因素。正常来说，健康成年人的步数大约为每秒钟 1.3 到 1.4 米。老年人随着身体状况的下降，步数大约在每秒钟 0.8 米。如果老年人的步数低于 0.6 米每秒，就可以说走得慢。如果老年人的步数超过了1米每秒，就算得上是走得快。
国外的研究表明，走路速度每增加 0.1 米，每秒死亡危险就会下降 12%。以75到84岁老年女性为例，走路最快的老人再活10年的几率为 92%， 而走路最慢的老人再活10年的几率仅为 35.4%。 当然也并非要求老人走路要快，老人行走时不慌不忙，安步当车应是很好的习惯。4. 坚持走路，开启6扇健康门。1. 大脑健康的大门。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表明，要防大脑萎缩，老年痴呆的途径之一就是保证每周步行不少于 9.6 公里。步行可以增加大脑的体积，让记忆力出现问题的几率降低 53%。 2. 心脏健康的大门。走路能够增强心血管的机能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从而带动各个脏腑器官良好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简单和最方便的方法。3. 远离糖尿病的大门。研究表明，一星期坚持3天，每天在30分钟内步行3公里，糖尿病的发病率就可以降低 25%。每周坚持4天，可降低 33%， 每周5天则能够降低 42%。 4. 骨骼健康的大门。走路能够让骨骼更合理地支撑身体的重量，减少骨骼内矿物质的流失，预防改善骨质疏松。据美国关节炎和风湿病的杂志报道，与跑步相比，走路不仅对关节的压力小，还能够延缓关节功能的衰退。5. 减轻体重的大门。散步每30分钟消耗75千卡的热量，减肥要靠长期规律的运动，偶尔一次剧烈的运动的效果只能够持续48个小时，过量运动会造成猝死，很危险，只有步行最合适。6. 长寿的大门。研究显示，每天步行超过30分钟的人，不管体内的脂肪含量有多高，长寿的几率都比其他人高出4倍。建议大家坚持步行运动，有助于身体越来越健康。5. 学会正确的走路姿势，防病又防癌。1. 学会正确走路姿势。正确的走路姿势应该是收腹、抬头、挺胸，双眸平视前方，躯干自然伸直，同时身体的重心稍向前移，双脚落地时有一定的节奏感。2. 选对走路的时间。早上和上午心绞痛、心肌梗死等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较高，而晚上的光线较差，容易出现跌倒等的意外，尤其是老年人。下午4点是最佳的走路时间，因为这个时候体力和肢体的反应都是一天中最好的，血压和心跳也是比较平稳的。3. 掌握走路的速度。每秒2步是最佳的走路速度，每天走6000步才能够达到改善健康的作用。需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条件允许或者是身体的素质还不错，这6000步最好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。如果实在是受不了，可以分时间、分阶段完成，让自己尽可能的增强运动。4. 选对走路的地点。不管你进行任何的运动，都应该选择空气好的地方，也应该避开车流量较多的地方，能够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。公园里的空气比较好，在进行走路的锻炼时，能够提高心肺功能，也有助于强健体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